大家好，我係 Tim Sir， 今次會帶大家到大枕蓋欣賞西貢版嘅千島海，順便睇埋呢個吊鐘花，無論風景同花都一樣咁靚㗎。想知點去就跟住我啦。睇之前記得撳着個鐘仔同訂閱喎。先去到北潭涌，然後行去萬宜坳開始上山。上山嘅路都係好好行嘅，途中會經過一個觀景台，大約50分鐘就可以由山腳行到上大枕蓋嘅山頂，先可欣賞到西貢版嘅千島海，然後再行落吊鐘林欣賞吊鐘花。吊鐘林嘅面積都幾大㗎，而且沿路落山都會不斷咁見到吊鐘花嘅蹤影。最後會接上鹿湖郊遊徑，行2.5公里到鰂魚湖離開，全程5.9公里，連影相需時約3小時。上落斜度唔大，算係好行好走嘅一條路線。呢條路線嘅 GPS 檔可以掃描呢度下載。首先乘車到呢個萬宜水庫，的士當然係最方便嘅啦。我直接去到萬宜坳嘅山徑口落車，巴士就有94、96、289R 選擇。但大家千萬唔好揸車嚟啊，因為北潭坳嘅公眾停車場喺今年9月開始已經變成收費嘅停車場，據知係每日都巡邏4次抄牌㗎。另外要留意大枕蓋附近並冇電話嘅信號，係唔能夠遙距入標嘅，駕駛人士就要自行諗辦法啦。所以最好都係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過嚟。若乘搭巴士，就喺呢個上窯站落車，然後喺馬路嘅分岔路口沿大網仔路直行，亦即係麥理浩徑嘅方向。呢段係一條石屎斜路，約係1公里嘅路程。先後會經過多個燒烤區，分別係鰂魚湖燒烤區2號場至到6號場。呢條路線主要係有2大景點：一、上大枕蓋睇西貢版嘅千島海靚景；二、去吊鐘林欣賞1年1度盛開嘅吊鐘花。大概行12分鐘，當去到近迴旋處嘅時候，留意左手邊嘅梯級，入口放有一個新樹立嘅大枕蓋小牌坊，後面嘅梯級就係山徑嘅入口啦。呢條亦係登上大枕蓋嘅官方路線。沿梯級行上去，旁邊係有鐵欄杆嘅。轉2個彎之後，右邊會見到一個告示牌，隨即踏上上山嘅路程。山徑嘅初段係小梯級，猶如一條小天梯，但每一級都好矮嘅，所以係絕對唔難行㗎。行冇耐，已可俯瞰到萬宜水庫，配上碧藍色嘅湖水，可謂山光明媚，
水色秀麗。上山可以話只係一條路，佢冇迂迴曲折嘅斜路，大部分都係梯級，90%係上，少部分係落。其中2段嘅梯級係木製嘅步道，呢度係第一段，唔太斜嘅，緩坡慢慢上，感覺非常舒服。第一段嘅木製步道就完啦。接下嚟係一段平坦嘅泥路山徑，行到盡頭，接上第2段嘅木製步道。第2段嘅木製步道係比第一段密一啲嘅，斜度稍為大少少，長度就差唔多。唔想行天梯嘅可以選擇穿林，不過難度就大一啲。大約上山15分鐘左右，左邊會發現一個分岔路口，嗰條就係由鰂魚湖上嚟嘅穿林方徑，難度係4星，主要係草叢非常茂密，要有方向感先至得。鰂魚湖嘅入口喺落車後嘅分岔路口左轉入北潭路。搭海下小巴嘅可以直接去到山腳，喺上山旁邊嘅抽水站先至落車。搭巴士嘅就可以喺上饒下一個站落車，亦即係鰂魚湖站。落車後向前行多200米，左邊就會見到北潭涌低地抽水站，而右邊嘅維修梯級之上就可以找到方徑嘅入口。儘管向上行到最頂，喺左手邊就可以揾到方徑嘅入口㗎喇。入口係有明顯嘅路碑。呢段嘅方徑約為1.2公里，絕對係唔短嘅，並非轉個彎就到。因為佢係完全代替咗下邊條石屎馬路以及頭幾段嘅天梯。方徑嘅出口就係剛剛山上面嘅分岔路口，攀升幅度約係180米。一如片段所見，方徑有如穿林，絕對唔係普通人都可以行到㗎，只適宜有豐富經驗嘅行山人士。路碑係有嘅，兩旁嘅草叢跟4年前差唔多，真係有啲密㗎，而且部分都幾高添。唔識行嘅真係會行到懷疑人生，甚至好易會迷路㗎。一句講晒，係絕對唔易行嘅。除非係想挑戰難度，否則就有大路行大路啦。行官方山徑係容易好多㗎。好啦，返去山上面嘅分岔路口，繼續上山。再行2步，就嚟到一個新建嘅觀景台。正係舊標高處嘅位置，可以最佳嘅角度飽覽萬宜水庫。
喺旁邊有一張台仔同一張凳仔，可以小休一陣，欣賞一下風景先至再行。由山腳開始計，全段上山嘅長度係1.7公里，攀升約係320米。剛剛觀景台嘅位置就約係1/3，即係面前仲要上多2/3先至上到山頂。聽落去好似好遠咁樣，但其實行下行下係唔遠㗎。前段上觀景台大概係用咗15分鐘，咁樣即係行多約半小時就會到啦。沿路繼續上，山徑逐漸變得崎嶇不平，其實都係好事嚟嘅，因為往後2/3嘅登山路係再冇天梯啦。全係最原始嘅沙石泥路，上係冇問題嘅，到轉落就可能會有啲跣啦。中間或會見到一啲唔明顯嘅分岔路口，儘管向上行啦，唔使理會旁邊嘅支路，只要沿住主徑不斷直行上頂就得啦。邊一條係主徑，邊一條係支路，係唔會唔識得分嘅。一條闊，一條窄，你話應該行邊一條啦？就喺大約2/3嘅路上，好彩嘅話就會見到一棵每年都生得非常之燦爛嘅吊鐘花樹，亦都揭開咗吊鐘花嘅序幕。萬綠叢中一點紅，邊一度有吊鐘花，離遠一望就已經可以分辨到㗎啦。行咗2/3，千島海嘅模樣亦靜悄悄咁乍現眼前。有需要小休嘅就停一陣再行啦。大枕蓋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，繼續向着山頂邁進。餘下約係350米嘅路程。呢條路線其實算係比較短、比較直接，亦都係比較易上大枕蓋嘅路線。即使唔係嚟睇吊鐘花，只係嚟睇千島海都係值得㗎。大枕蓋係除咗泰敦之外嘅另類選擇，無論路況定係車道，大枕蓋都係相對容易嘅。嚟到一個放有大石堆嘅平台，嗰啲係修葺山徑餘下落嚟嘅石塊。呢度嘅風景極之遼闊，西貢群島嘅景色亦非常獨特，絕對唔比泰敦輸蝕㗎。好啦，好快就到山頂啦！前面就係大枕蓋啦，合埋雙眼，再行多幾步就到啦。踏上最後一段嘅碎石斜坡，一步一步咁慢慢行上去。雖然斜度唔大，但都係小心一啲好，因為好多碎石都係鬆㗎，一唔小心臨尾跣親就唔好啦。
大枕蓋有標高柱，高海拔408米，坐擁360度靚景，可遠眺到黃竹角咀、塔門、排壓山、蚺蛇尖、大蚊山、長咀，仲可以清楚咁見到 Snoopy 島、左大洲、右尖洲。繼續望過去就係糧船灣。大家可能有所不知，糧船灣嘅原名係糧船灣洲。喺興建萬宜水庫之後，佢從此再唔係一個孤島，兩邊都分別連接住西貢半島。眼前嘅左邊係東壩，右邊係西壩。糧船灣洲亦都改稱為糧船灣啦。望向左邊嘅山坳，見到一片又一片豔紅色嘅草叢，就係吊鐘花嚟㗎啦。隨即面向萬宜水庫，靠左落山，係有少許浮沙碎石嘅。落到去之後，再靠左走入吊鐘林。留意要行大路，周圍行賞花影相唔緊要，但一定要記住邊一條先至係主徑，否則四通八達係好易迷路㗎。儘管用心去欣賞每一棵吊鐘花，記住眼看手勿動。吊鐘花喺香港係受到保護㗎，嚴禁採集同埋販賣。愛護大自然，睇得添 Sir 影片嘅大家都一定識嘅。吊鐘林嘅吊鐘花非常密集，幾步就一棵，幾步就一棵，唔愁冇花影。即使好似今次咁樣，早咗一啲嚟拍攝，吊鐘花都仲未開到好燦爛嘅時候，都有數十棵係有花㗎。幾百棵樹開花總有先後，含苞待放都有佢美麗之處。最緊要有好嘅心情，睇任何事物都會更靚。比較其他地方，大枕蓋嘅品種係偏大嘅，特別飽滿。主徑就喺前面打橫，喺疑似盡頭揾路離開就得啦，幾步就可以接返去主徑㗎啦。返回主徑後，轉左落山。呢段係官方路線嚟嘅，山徑都係好靚嘅寬闊泥路，間中有少許碎石，緩坡咁慢慢落斜。落山係比上山輕鬆好多嘅。雖然已經離開咗吊鐘林，但一路上都繼續可以欣賞到大大小小嘅吊鐘花㗎。只係零星落索，冇山頂吊鐘林咁集中。間中都會出現喺山徑嘅兩旁，所以唔使太過留戀喺山頂嘅吊鐘林。一路落山仍然會見到嘅。要欣賞好茂盛嘅吊鐘花，首選一定係大枕蓋，因為佢嘅吊鐘林面積係咁多個地方之中最集中而又最多嘅，就好似要睇澎湃嘅紅葉，就必然係去大棠一樣，唔係其他地方冇得睇，而係佢毫無疑問真係特別多、特別靚嘅，所以先惹嚟垂青，
人多實屬正常。大家互相禮讓，總有一棵喺坐緊嘅。真係好想少人一啲，就提早少少，一開花就嚟。同樣係有得睇嘅，只係少一啲嘅啫。唔好等到萬山吊鐘嘅時候先至嚟到訪，到時人山人海係必然㗎。前方嘅山頂就係排鴨山，昔日都係一個睇吊鐘花嘅勝地。不過經過山火洗禮之後，暫時未見有吊鐘花嘅蹤影。沿路一直行，就接上鹿湖郊遊徑。喺十字路口有清晰嘅路牌，佢鰂魚湖嘅出口約係2.5公里。直行嘅方徑係上排鴨山嘅路，離開係左轉往鰂魚湖嘅方向行。山徑係非常寬闊嘅郊遊徑，係極之好行嘅泥路山徑。部分係石砌步道，其實係一條靚一啲嘅石屎路。話說大約10年前喺排鴨山之下，就喺剛剛鹿湖郊遊徑同大針蓋分叉路口嘅右手邊，係有一個鹿湖營地㗎，但而家已經荒廢咗啦，遺留下呢一條石砌步道。就好似一條古道山徑咁樣。回程依2.5公里嘅路係冇咩特別風景嘅，路況都係差唔多，一條直路不斷跟住落就得啦。如是者向前行多約1公里，途中會見到標距柱 C5307、C5308。轉眼間嚟到一排8000層嘅位置，再落多少少就嚟到一條小水壩，跟住路牌往北潭坳，沿引水道一直行，然後喺轉彎嘅位置離開引水道。路口係有郊遊徑標示嘅，亦都可以揾到標距柱 C5309。尾段係一條長長嘅梯級，大家或者已經感覺到全程落山都係不斷咁落，係完全冇上坡㗎。大針蓋高408米，上幾多就要落返幾多，睇一睇等高線圖就知道啦。過完呢條溪澗之後，大約仲有800米嘅路程。沿泥路山徑一直行就得，溪澗只得一條。臨近結束，或者都講一講可以欣賞到吊鐘花嘅其他地方。想又多又密又靚嘅，除咗大針蓋之外，仲可以去石獅山。路線就比較崎嶇，全係荒徑，只適宜有經驗嘅行山人士。想超方便交通，行唔使10分鐘就睇到嘅，可以去紫羅蘭山。吊鐘花都喺山徑兩旁，不過全程都係天梯。另一處比較集中嘅係12忽。吊鐘花一般都生得較高，比較難去近距離欣賞。
大家就按住不同嘅喜好同能力去選擇合適嘅地方啦。最後一條標距柱係 C5310，跟住再行多幾十米，轉個彎，好快就會見到一個告示牌，亦係一個分叉路口嚟嘅。告示牌內張貼咗鹿湖郊遊徑嘅地圖，最後跟住路牌往鰂魚湖，標示係0.5公里，但其實佢出口只係約200米嘅啫。只要穿過燒烤場，再落一條大石階梯，落到底就到馬路啦。嚟到鰂魚湖嘅出口，右邊係麥理浩夫人度假村。沿馬路靠左行幾步，就可以揾到巴士站離開㗎啦。如果見到有小巴經過，同樣可以上車，都係去西貢嘅。今次咁開心嘅賞花旅程就嚟到呢度，希望大家都繼續可以開心上山，安全落山啦！鍾意我 channel 嘅朋友記得 subscribe 同 like 啊！揾行山路線記得嚟teamhiking.com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！